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晚间美股上涨了0.5%，这里的上涨呢，我们看到了已经突破了前面6月2日悟空阳线的一个最高点啊，出现了一个短时的新高。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6月2日的这根悟空阳线依旧成立，后面所有的 K 线，包括昨天晚间的 K 线，都是对悟空阳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也叫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趋势的判断，但后面行情当中，我们依旧有继续上涨的一个预期。这里的上涨 K 线呢，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本轮行情如果能够完成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会冲出一个从22年12月份至今7个月之内的一个高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在上方看到了上方有4次的等位置波峰，这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就有新高的可能性这一点呢是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但行情走到这里，我们同时也观察到了比特币的弱势。这轮行情当中，在6月5日SEC 起诉 Binance 平台之后，就出现了6月5日的对于比特币来说的这根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发生之后，后面的 K 线虽然有一根这个阳包阴的 K 线出现，但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这根悟空阴线势力范围所发生的一个妖怪 K 线组，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同时呢，在结构上我们也看到了上方波峰连线，下方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正在不断的接近近焦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椭圆形就是近焦点的区域。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二部分4象战法认为，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悟空阴线就是非常危险的表现。虽然美股在不断上涨，但比特币目前同美股出现背离，只要美股不出现新高的话，比特币的这个背离让比特币本身的 K 线相对于美股非常弱势，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那么行情出现悟空阴线之后，下方呢就可能走出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下方呢是有1440均线和1690均线支撑的，因此呢到达25800到24600这样的一个区间出现局部的反弹性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大的趋势在日线级别上是一个下跌细游的一个趋势，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更加明显的看到了，那在4月17日走出悟空阴线之后，那么本周的行情完全是一个新的人物就是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人物八戒阴线在本周发生。八戒阴线出现之后，下方呢就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底部区域上，直到22000美金附近才有一个重要的支撑。这里的22000美金的支撑呢，是源自于20年7月至今的一个支撑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大时间级别的支撑。因此呢，对于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的目标点位，我们给出了在22000美金附近。但不用过度担心的是，目前行情已经走到了6月初，我们认为到7月中旬的前后底部将会出现。但我们回头来看，才能够发现底部位置低点在哪个位置出现。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加耐心的等待。最好呢，对于现货或者多头来说，要分仓进场、清仓进场。那么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只要做到这几点，就能够获得利润那第一点呢，就是找到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第二点呢，是把握趋势。那第三点呢，分仓进场之后，在未来把握趋势的状态下，控制好仓位持仓。在未来趋势回暖之后，就能够一直吃到25年牛市带给我们通过学习 K 线西游战法赢得的利润。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疲软。我们看到之前在0.066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支撑，这条支撑线呢，源自于21年5月份量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支撑位，让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这本身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多头趋势，这是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来说。但是上方我们看到了一个波峰的一个结构，这里的波峰结构呢，源自于22年10月份量过来之后，可以看到上方是在0.07附近这个
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交易对在0.07这个比值的附近出现了一个压力。那么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迹象，意味着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跌速正在增加。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它是下跌的幅度、下跌的速度是缓慢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 USDT 的交易对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走出了8间阴线组，目前处在是一个沙僧阴线组的一个震荡的实体范围。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这里过多的震荡，那么行情下方我们有一个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值到位置在$1650附近才可能获得支撑，同时$1650附近也是本轮行情箱体结构的一个中枢位置，同时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可能这两条均线发生粘合的位置，最终呢这个位置可能发生一定的反弹，但这里的反弹呢是日线级别下跌吸收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吸收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引发的反弹。那么下方呢对于周线级别的以太坊来说，目前我们看到了4月17日同步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下方可能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收，那么目标点位呢对于周线级别的以太坊来说，它的回调目标点位是在$155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箱体的底边线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啊。那么行情如果能够最终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就会看到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后面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两个方向不一致啊，方向相反，但是时间级别对等的一个 K 线系统。那么这在我们 K 线吸油战法第一部分稀有战法里面啊，这本书里面就给出了这种结构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时间级别对称的涨跌啊，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超级主力达到了一个大清洗的一个目的。那么这2天呢，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是 BNB。那在 BNB 这个角度来看，周线级别目前6月5日这周啊，也就是本周已经走出悟空阴线。同时呢，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上方波峰连线、下方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到达焦点位。焦点位呢是一个黑洞啊，我们理解成黑洞。黑洞这个位置非常容易把 K 线吸引过来。那么在这个焦点位的过程当中 ，SEC 起诉了 Binance 平台。那么这则消息呢，让 BNB 出现了在焦点位的一个下跌动作。那么这个位置上有了周线级别悟空阴线之后，下方可能会有8间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那么如果持续下跌的话，最终呢会回补$50到$22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筹码空缺区。那么这里的筹码空缺区呢，源自于21年2月牛市行情当中的一个急速上涨的过程。那么 BNB 在$691高点出现之后，一直长达走出了一个2年的盘整过程，并且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结构目前正在被下跌趋势所破坏，所以呢，焦点位这个位置我们要非常小心，一旦跌破$220一个支撑线，下方空间对于 BNB 的一个下方的空间将要被打开。但是事物总是两方面的，打开之后呢，我们将面临 BNB 平台币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黄金坑怎么看呢？我们看到底边线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这个平台期下方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我们不要把这个 K 线做点状的话，做一个0维的思维，也不要做像这个波浪理论、五浪战法五浪上涨、3浪下跌这种1维的思维，把它形成一个面儿的思维。那上方呢，这个收敛三角形上方呢是我们的一个获利区域，下方呢就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我们埋伏的这个位置。那么 BNB 呢，一直由于 IEO 的因素持续在高位上盘整。那么本轮因为 SEC 的起诉呢，它可能出现一个年度的一个低点，那么这个低点的出现就是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要重点把握的。BNB 呢，目前它的市值非常高仅次于比特币、以太坊一些主流的数字货币，因此呢，对 BNB 来说低点出现之后，我们应该着重的布局，因为机会很少出现前面一轮当中，我们看到BNB 在18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黄金坑，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坑的时候，它一路上涨上来，那么我们如果持续拿到今天的话，是有几十倍的收益。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BNB 再次下穿这个位置之后，出现黄金坑的这个机遇在未来2年你也不容易找到这个低点，所以呢，低点出现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要有资金，要有仓位去进场，才能够获得趋势上的利润。
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出现了一日游的行情，像 AMB 这种一日游行情之后，我认为下方呢它会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比如说这个 AMB，我们之前就看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根假阳线一个十字星的阳线，但是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做了一定的把握的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阳线，我们把握住了这波行情，但是它的结构从此发生了变化。目前呢，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非常接近于1440均线和1690均线，跌破了之前进场的一个位置。但不用怕对于这种币种，特别是币安平台的次新币来说，未来是有机会的。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一日游的行情是受到大盘的影响，受到 BNB 和比特币的影响之后被重新打压下来，在底部位置我们逐渐把这个仓位补满之后，对于次新币来说是有一定机会的。特别是在今天 AMB 已经打到了4小时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是可以做一个开仓的。这个仓位呢，今天小仓位观察仓。那么行情未来如果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的话，那么后面的行情可能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毕竟呢，这种下跌非常容易出现对称性的上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和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对称关系，然后再打下来，最终呢形成大型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在震荡过程当中启动它的下一轮的行情。所以呢，对于山寨币来说，控制风险比在行情当中博取利润更加重要。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三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同时呢，有购买书籍需求的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的朋友，可以在主页链接上主页右上角的链接上去找到购买地址。感谢大家，再见。